你或许并不知道，原来用陈醋把葡萄干泡3天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做法，赶紧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葡萄干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水果干类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由葡萄两次干而成。平时有很多的朋友喜欢把它当做零食吃，同时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它来搭配早餐、麦片之类的来吃，或者是拿来煮粥都是非常常见的。因为葡萄干它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它的主要成分包括葡萄糖、果糖、膳食纤维、铁、钾以及多酚类物质等等。并且葡萄干吃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好吃。同时，葡萄干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然而，今天葡萄干咱们不拿来做粥，也不拿来当零嘴吃，为大家分享一种葡萄干的新吃法。这种吃法，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没有试过。那么，别走开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准备30克左右的葡萄干，把它放入一个大碗当中，因为我们要经过清洗。清洗过程当中，我们加入一勺淀粉，因为葡萄干在成长、晾晒以及制作过程当中，其实没有经过清洗，并且表面特别的脏。然而，有一些葡萄干在售卖过程当中，看的人比较多，你摸摸，我瞧瞧，也非常的脏，因此直接用清水是非常难以清洗干净的。而淀粉它的吸附作用是非常的强，通过这种方法，它能够很好的把葡萄干表面的脏东西以及灰尘给吸附出来，这样才能把葡萄干洗得干干净净。我们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放心卫生。直到每一粒葡萄干都裹上一层淀粉即可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加入大量的水，开始清洗葡萄干。在洗葡萄干的时候，建议稍微用力搓一搓。可以看见，搓洗一小会儿，洗葡萄干的水变得特别的脏，特别的浑浊。直到把葡萄干表面的淀粉洗下来即可，因为在洗掉淀粉的同时，它表面的灰尘也同时会被吸附出来。刷洗完过后，我们再来看一看里面的水，最后用漏勺把葡萄干过滤出来，再打开水龙头，在流水下把葡萄干冲洗。水不要开得太大，以免把身上溅湿，或者直接把葡萄干给冲进洗碗池，直到把所有的葡萄干用流水冲上30秒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的葡萄干就已经清洗得干干净净。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这就是洗过葡萄干的碗，下面看起来有很多的泥土灰尘。因此，以后使用葡萄干一定要把它清洗得干干净净哦。最后找出一张纸巾，把葡萄干表面的残留水分给它稀释掉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也可以选择把它放在漏勺当中过滤一小会儿，直到葡萄干处于不滴水的情况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把处理好的葡萄干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中。然后找出家里面的调味品，没错，就是陈醋。因为陈醋它不仅仅只是调味品这么简单，它同时含有乙酸、氨基酸和醋酸等多种营养成分，也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接下来把陈醋倒入葡萄干当中，也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没过葡萄干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
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最后用筷子搅一搅，以免有些葡萄干因为粘在一起而不能吸收到足够的陈醋。最后咱们再用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就可以了。之所以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，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把葡萄干和陈醋控制在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浸泡，这样才能让它们的营养成分不被流失掉，同时浸泡效果也会更好。包裹好以后，我们给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，泡上3天左右的时间即可。泡好以后，咱们端出来，撕开上面的保鲜膜，一瞬间你会闻到特别酸的一股味道，夹杂着葡萄干的香味。这是因为不管是葡萄干或者是陈醋，它们都是有一定的酸味，特别是陈醋口感特别的酸。通过泡制，我们也可以看见葡萄干被泡得已经发胖，因为当中已经吸收到了很多的陈醋汁。而这样泡出来的葡萄干，我们要怎么吃呢？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每天盛出一勺，大约10粒左右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而吃起来口感肯定会比较偏酸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特别的怕酸，我们也可以把葡萄干用另一种方法来吃，只需要给它放入杯中，然后再加入一勺白糖，用白糖就能很好的中和葡萄干以及陈醋当中的酸味儿。而如果你喜欢甜，那么可以稍微多放一勺白糖。最后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可以了，水温最好在60度以上，80度以下，这样会更好。然后再用勺子搅拌搅拌，将里面的白砂糖搅拌至均匀融化即可。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小看陈醋泡葡萄干这种做法，虽然非常简单，可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坚持这样吃一段时间过后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发现，并且个人认为这样吃比直接把葡萄干当做零嘴吃来是更好的。因为这种吃法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传统方法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试过这种做法。那么你可以把它的作用分享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